汉赵政权的继任者刘粲不仅迎娶了太后的妹妹，而且还与父亲留下的皇后和嫔妃们日夜淫乱。可最终为何被自己的老丈人斩杀？之后汉赵政权的都城为何会迁往长安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五胡乱华之迁都长安。刘聪即位之后不久，便任命自己的儿子刘粲为大单于，并将国事委托于他，自己则开始贪图享乐，不理朝政。在此期间，群臣有事请奏，只能通过宦官王审等人传递，而王审等人经常不经请示，自行决议，并且任命奸佞小人为官，打击异己。甚至刘粲也与宦官王审等人勾结，使朝廷纲纪全无，贪污盛行。之后，他们联合皇后的父亲晋准，废掉了皇太弟刘义，立刘粲为皇太子。318年，刘聪的病情加重，他任命石勒为大将军，受诏辅政，但石勒不肯接受。7月19，刘聪病逝于平阳，太子刘粲即位。刘聪生前迎娶了晋准的2个女儿晋月光和晋月华，并将晋月光封为上皇后，晋月华封为右皇后。然而晋月光却与晋卫偷情，事发后被迫自杀。刘粲即位后，尊奉晋月华为皇太后，并迎娶了晋准的另一个女儿为皇后，晋准再次成为了皇帝的老丈人。由于皇太后晋月华还不到20岁，长相甜美，深得刘粲的喜欢，于是他便与皇太后同床，与附近的其他嫔妃们也日夜淫乱，大臣们非常不满。晋准便告诫自己的2个女儿说，大臣们准备废掉刘粲，拥立刘季为帝，如果事发，我们晋家将会被满门抄斩，所以你们俩一定要说服陛下，早做决断。晋氏姐妹听后大惊，与刘粲云雨之时，频频吹动枕边风。刘粲便立即下令逮捕了太宰刘景、太师刘乙、大司徒刘迈以及大司马刘季，并将他们全部处死。从此大权便落在了晋准的手中。318年8月，刘粲准备发兵攻打石勒，任命自己的养子刘耀为相国，总督内外军事，镇守长安，任命晋准为大将军，领尚书事，而他自己则依然沉迷酒色，将军政大权全都交给晋准决断。晋准便假传诏令，任命自己的堂弟晋明为车骑将军，晋康为卫将军。不久，晋准便发动政变，率军攻入皇宫，斩杀了刘粲，而且将刘氏皇族的男女老幼全部斩杀，挖掘刘渊和刘聪的陵墓，将其尸身斩断，并且焚毁了刘氏的宗庙。接着，晋准自称汉天王，并重新设置百官。接着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他准备将传国玉玺以及晋怀帝和晋闵帝的棺椁送给东晋的司马睿。司马睿更是不解，试探性的派人前去迎接，结果还真的迎回了二帝的棺椁。刘耀得知晋准的所为后，立即从长安起兵，准备前去攻打平阳。大军到达赤壁，即今天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的赤石川时，遇到了从平阳出逃的呼延晏和朱季。他们劝说刘耀立即称帝，然后名正言顺地攻打晋准。于是刘耀便在赤壁称帝。同时，他任命石勒为大将军，共同发兵征伐晋准。石勒便让张敬率领5000人马先行，他自己则亲率5万大军殿后。大军到达襄陵北原的时候，羌族和羯族的4万多部归顺石勒，石勒的声威更加强盛。晋准得知石勒的大军到来后，自知不是敌手，于是便连忙派人向石勒求和。石勒则将使者囚禁后送给了刘耀，表示晋准投降的是自己，而并不是刘耀。刘耀则派人去说服晋准，希望他能向自己投降，并迎接他进入平阳掌权。可晋准有些犹豫，毕竟他下令斩杀了刘氏的所有宗室，包括刘耀的母亲和哥哥，担心投降刘耀后会被报复。堂弟晋明与晋康却极力劝他早日投降，见晋准犹豫不决，晋明便将其斩杀后，准备向刘耀投降。石勒得知晋明不向自己投降，而是向刘耀投降后，大为恼怒，立即发兵攻打平阳城。晋明大惊，连忙向刘耀求救，刘耀便将晋明等人接回自己的军营，然后将晋氏的全族男女全部诛杀。随后平阳陷落，石勒进城后纵兵抢掠，焚毁了宫殿和庙宇，将平阳城夷为废墟。至此，晋准的叛乱被平息，
而刘耀与石勒之间的战斗却一触即发。刘耀思索再三后觉得他在关陇之地立足未稳，所以此时还不是与石勒翻脸的时候。为了稳住石勒，他任命石勒为太宰、领大将军，并赐给他24个郡，封其为赵王。之后，刘耀率军返回长安，以长安为都城，改国号为赵。石勒则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平阳，然后率军返回了襄国。那么，羯族人石勒是如何从一名奴隶成长为刘渊属下的最强将领？他又是如何脱离汉赵，建立起后赵政权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